我有一个侄子，我读出了在石室里第一次感受到的气息流动。师父，那是当时的那本魔典，对吧？对，正是1000年前封印多禄恩的那本魔典。就是现在，打开魔典。但魔典原本并不是一本魔法书，它原本不是魔法书，它是最初记录自太初以来流逝时间的记忆。那时甚至没有形体，一团熊熊燃烧的纯白光芒，开启者们称那道光为时间之翼。看那段时间之翼，他看着过去的记忆，正在犹豫。他只是在确认被记录的过去，时间仍在继续流逝。犹豫的时间正在创造另一个空间，时间出现裂缝了。分裂出来的空间并不重要，时间依然在流逝。时间的记录正妨碍时间流动，时间必须不停地流逝。时间之翼正在审视时间，纠正那条错误的道路。错误的道路，时间没有对错，对错的标准只属于人类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仍可以选择一条不再重演同样悲剧的路。时间必须不受任何干涉地流逝。我要封印那段时间之翼。记录会把时间引向正确的道路，暂时停顿也无妨。时间的流动不容任何例外，时间之翼由我们带走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一定会把它夺回来。长老，时间之翼凝成石板后，我们还是无法封印它。收起火焰，你的术法又在石板内燃烧了。这块石板记录了我的火焰吗？不只是外形，它把生火的方法也完整吸收了。它比我制造的火焰大得多。它连封印时使用的力量都全部吸收了，吸收什么就会以更强大的形态返还什么。不只是火焰，世上所有知识都刻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才想封印它。这份知识太过庞大，世界承受不起。时间之翼会记住世间的一切，最终，世界和时间都会被困在那段记忆中，一步也无法移动。长老，石板变成书了。为了容纳更多，它自行变成了书，下次又会变成另一种形态吧。从今天起，这本书就叫魔典。长老，
书在发光，这道光既不是火，也不是水，土或风。那是魔点最初的记忆，太初物质普里莫，它是一切元素的根源。我们试图从女巫手中夺取魔点的进攻，这次又失败了。女巫魔法愈发强，我方攻击连城墙都碰不到。无论魔法还是刀枪，我们都不是对手。如今再靠魔法，已无法战胜女巫的魔法。那你打算用什么作战？不用魔法，用技术，我们必须以钢铁和机械摧毁城墙，夺取魔点。魔点仍在女巫世界之内，只要不被带出来，它就处于控制之中。那不是控制，而是放任。等女巫把它带出来，就太迟了。所以你要先发动战争，夺取魔点吗？人类想活下去，就必须这么做。我们只研究元素，不是掠夺力量，将其据为己有的人。这场战争毫无正当性。那我们就无法再同行了。研究元素并修行的我们会离开，我们将走自己的路。女巫的各座城堡互不相助，现在逐个击破即可。从今天起，各城的兵力和工程技术都由奥尔多统一指挥。你不只要兵力，连城市的指挥权也要我们交出吗？各自为战，城市会最先沦陷。想活下去，就必须听从同一道命令。人类联军已越过边境，现在不联手，各城就会逐一陷落。他们盯上的是封印在你城堡里的魔点，别把我们也拖下水。他们盯上的不只是魔点，连投降的女巫也在被杀。我们之后就轮到这里了。这不是我们的战争，我们没有流血的理由。关门。连放下武器投降的女巫也要杀吗？女巫投降后依然是女巫，全部处决。那这就不是战争，而是猎杀女巫。没错，这场狩猎不会让世上留下任何一个女巫。大女巫多路恩，外城已破，人类联军将攻入内院。带剩下的女巫和孩子们走地下密道，我来守住城门。多路恩大人也要走，独自留下太危险。我先撤退，军队就会发现密道，我必须拖延时间，直到孩子们逃出去。单凭您的魔力，挡不住那些攻城兵器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打开封印室。您真的打算把魔点纳入体内吗？
魔点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不该由任何人拥有，我要挡住他们，摧毁魔点。一旦承受那股力量，您可能再也变不回原本的多鲁恩。只要魔点还存在，这场战争就不会结束。带大家走，我来争取时间。所有人都进密道了，多鲁恩大人，现在请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和你们同行，密道就会暴露，必须让基于魔点的军队只追我一人。您要独自引开整支军队吗？我去另一侧的山谷，走出森林之前，绝对不要回头。您说多鲁恩离开城堡后，倒在艾勒姆僧团的寺院前，那里的僧侣也阻止了魔点失控，并没有阻止，那些人只是延缓了失控。他们凭借4种元素之力，正好延缓了1个月。那么多鲁恩必须在那1个月内赶到天龙府。可他为什么把普里莫留在寺院，甚至还特意从魔点中取了出来？多鲁恩知道追兵会来到寺院，因此他把普里莫托付给他们，只许用来保护村庄。第2天便独自前往天龙府。就在整整1个月后的那天，多鲁恩倒在了天龙府大门前。他还活着，抬进去。你清醒了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叫天龙府。总算到了天龙府。你必须敬仰。我听说过这里的各位大仙。天龙府的结界虽然压住了失控，但你的气力太弱，现在无法分离你体内的魔点。我还要等多久？等你的气力恢复，我们立刻开启分离阵。云花大仙，我感觉您体内有股极强的气息。我的气量不足，却迎来了一位过于强大的护身神，仅仅侍奉巴利公主就束缚了我大半道力。你用这样的身体，每晚都守在我身边吗？我至少还能维系住你的气脉。若不是那只手，我的气脉早就断了。云花大仙，请先看看我腹中的孩子，不要先顾我。孩子的脉象我已经诊过了，还活着。其他大仙首先看的都是我体内的魔点，您为什么总是先看孩子？若只分离魔点，却失去你和孩子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云花大仙，幸好有您在。
桑大仙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不会再有下一次机会。黑化正在我体内蔓延，如今连压制它的力量也没有了。那就开始吧。为什么出不来？阵法明明没有问题。光从外面拉不行，多卢恩还必须同时从里面把他推出去。为了保护城堡里的人，我几乎耗尽了魔力，现在体内已没有一丝力量能与他抗衡。云花大仙，请暂时停止分离，在那之前，您必须先救我腹中的孩子。还没到出生的时候，现在强行取出，孩子活不了。那就别让孩子出生，请用蛋包住他，再取出来。只靠我的道力做不到，那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事。您体内的巴黎公主应该知道，那条无法出生的生命要跨越的道路。她知道那条路，但我没有打开那条路的力量。即使不足以推出魔点，我还剩下把一个孩子交给您的力量，请拿走我的力量。你的力量中混有魔点的气息，我若接受，那股气息也会留在我体内。我知道，正因为知道，依然要拜托您，请先救孩子。云花大仙，我的孩子就拜托您了。活下来，这个请求不该托付给我，你的孩子应该由你自己拥抱。那个承诺，恐怕我无法兑现了。撑住！我现在把孩子包在蛋里取出来，只要坚持到那一刻。原来是2个，不是1个。两个孩子都活着吗？活着，2个孩子都在蛋里，用各自的心脏呼吸着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云花大仙，无论我变成什么都无所谓，只求您别让那些孩子变得和我一样。我答应你，2个孩子我都会保护。把多卢恩的蛋转移到保护室，快！云花，你也退到门外。多卢恩传给你的气息还留在体内，继续留在这里，连你也会被吸进去。再次展开分离阵，这次要彻底斩断魔点与多卢恩的连结。就是现在，斩断！分开了，魔点已经完全分离。多卢恩，不行，你必须压住黑化，振作起来！若不能在这里阻止那条龙失控，整个世界都会崩塌。我们刚从多卢恩体内分离魔点，如今却只能把多卢恩重新封进那本书里。各位大仙，展开封印阵，把那条龙拖进魔点。
地藏大仙，刀下的大仙们都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但他们把道力全部倾注于封印，气脉正在崩溃，必须把消散的道力封在阵中，才能保住性命。云花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去保护多禄恩的2个孩子。师父且慢，只问一事。从多禄恩体内取出的蛋有2个，若其中一个是我侄子红莲，那另一个……剩下的那个蛋，难道就是我？对，你是从第2个蛋里出生的。那么多禄恩就是生下我和红莲子子的亲生母亲？对，多禄恩就是你们2人的母亲。您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我见过红莲在真相尽头变成了什么样，所以我只能瞒着你，我怕你也会变得和子子一样。她变了，红莲子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红莲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名字就叫红莲。火焰纹样，没错吧？那请再教我下一个道术。下一招晚点教，先练熟这招。我早会了耶！这么有自信吗？红莲，撤去天雷阵，结界快撑不住了。大仙，你哪里受伤了吗？我没事，只是你的道力如今已经强过我的结界了。那么我现在比师父还强了吗？只论力量，是的，但道术并非只有力量，你还有许多要学。那请继续教我吧，大仙。不行，别碰那个巢。怎么回事？鹰竟然粉碎了！我明明已经撤去金刚阵，为什么力量还是停不下来？不行，那只鸟和那些蛋不能伤害。我明明想保护他们，却把一切都毁了。红莲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红莲，把那只手给我看看。吞噬母亲的魔点所留下的记录，在我体内觉醒了。金刚阵中混入魔点之力，不代表你会变得和多禄恩一样。我会找到封印他的方法。可那股力量不听从我的意志，下次站在我面前的或许会是人。红莲，红莲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母亲多禄恩把我叫到了这里，他让我看见了即将降临在我身上的日子，也让我看见了我的用途。红莲，把你的意思详细说给我听。我不能说，但我绝不会任由他们那样利用我。我要自愿进入闭关，压制魔点的力量。你真的选择闭关吗？石门一旦关闭，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打开。
即使我求您开门，也不要打开，请先怀疑那个声音究竟是不是我。妹妹醒来后，请连同我的那一份一起爱她。你自己出来拥抱她。我正是为了这样才进去，我会战胜体内的力量，以红莲的身份回来。红莲，秀丽，师傅，我自学的隐身和穿透都练到这程度了，现在教我正式道术吧。秀丽，比起释放力量，你必须先学会把力量封在丹田之中。一次都不让我使用力量，我要怎么学习封住它？把力量送回体内，也是驾驭力量的方法。那么我这一辈子只能学习忍耐吗？哎呀，大师姐，明天就是晋级考核，看来您这次又摘不掉见习的牌子了。有7位护身神又怎样？还不是连一个倒数都不会的受气包。火龙升天。小心，会受伤的。我等了数百年，现在请解开我丹田的结界。还不行，若你无法承受女巫之力和7星星君之力，身体会崩溃。您连一个道术都不让我用，我要如何学会承受？我从小就只学过封住力量和忍耐。那是为了让你活下来。您的意思是，要我一辈子只以一半的自己活下去？别再问了。若师父不肯解开，我就去魔典中寻找方法。笔文库里没有异常吧？秘文库有3重封印，谁能闯进去？封印虽有3重，墙却只有1层。那天魔典把我送到另一个空间，是因为我是多禄恩的女儿吗？现在断定魔典认出了你的血脉，还为时过早。我被制成蛋时也使用了魔典之力，而且那天吞下我的那本书里还封印着母亲多禄恩。你被保存在蛋中，可能和那天的空间移动有关，但多禄恩的意识是否仍留在书里，连我也不知道。原来连师父也还没找到确切答案。对，但向你隐瞒真相是我自己的选择。红莲子子知道多禄恩是我们的母亲吗？知道，她甚至知道自己体内的力量与令母亲黑化的力量同出一源。您明知如此，还是把所有道术都交给了子子。我相信，只要他能正确驾驭力量，就可以阻止黑化。子子变成那样后，您先教我封住力量，而非运用。我不想让同样的失败重演2次。
现在我好像明白师父为何那样久了。但如果当时您肯告诉我一句理由，我就不会怨恨您那么久。那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那么，我能见到这扇门里的红莲子子吗？红莲必须自行结束闭关，靠自己的双脚走出来。进入闭关的人，外面任何人都无法唤醒。那么至少有没有办法让子子知道我来过这里？这我也不知道。闭关中的红莲能否感受到外面的气息，我都无法保证。我不会开门，只试着把我来了的气息送到门那边。